叫人。林教头不屑地冷哼一声，怎么，你还想找帮手？叶晨笑道，不算帮手，你们不是想知道钟子涛的下落吗？我可以现在就打电话安排人把他带进来。洪元山冷笑道，小子，你他妈真是死到临头都不自知，你以为你打电话找2个帮手过来就能让你安全脱身了？我告诉你，在我洪元山的地盘上，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也带不走你。叶晨笑道，我不必谁带我走，等我收拾完你这条老狗之后，会自己走着离开这里，到时候你会跪在地上，像狗一样爬着，像狗一样叫着送我出去。你他妈的！洪元山彻底暴怒，他指着叶晨对林教头吼道，杀了他！立刻，马上！一旁的钟云秋登时慌了，他连忙对洪元山说道，干爹，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啊，干爹。毕竟子涛还在他的手里，我听他这话里的意思，好像是他还有同伙在外面接应，要是我们轻举妄动的话，说不定对方会对子涛下手。钟云秋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儿子的安危，在没见到儿子之前，他也不敢让洪元山真把叶晨怎样。毕竟万一把叶晨逼急了，他的同伙在外面撕票，那自己这宝贝儿子可就没了。洪元山也知道眼下要确认钟子涛的死活，否则万一钟子涛真出了什么3长2短的话，那么钟云秋答应的3年6000万美元肯定也就泡汤了。于是他看着叶晨冷声道，小子，如果子涛能平安回来，我就让你死个痛快，不然的话，我让你生不如死。叶晨淡然一笑，你等着。说罢，他掏出手机给万破军发了一条信息，让他直接到酒吧门口那辆特斯拉跟前，等车辆解锁之后，就把后备箱里的钟子涛带进来。随后他又对身边的刘曼琼说道，曼琼小姐，你那辆车应该可以远程解锁的吧？刘曼琼轻轻点了点头，有些疑惑地问道，叶晨，你找了谁过来帮忙？叶晨随口道，一个朋友，你不用担心，把车解锁就行了。好，刘曼琼掏出手机，将车辆远程解锁。门口，万破军带着万龙殿2大战王已经站在特斯拉跟前等候。车辆解锁之后，万破军打开后备箱，见里面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家伙，便对身边的陆昊天说道，昊天，你扛着他。遵命，店主。陆昊天不假思索，一只手将钟子涛从里面拽了出来，扛在了肩膀上。随后3人便大摇大摆地迈步走进浪潮 Club。 门口负责戒备的小弟立刻拦住他们，高声道，今天这里不做生意，还请诸位离开。万破军微微皱起眉头，看着他问道，你确定？那小弟被万破军杀意十足的眼神吓了一跳，慌乱地说道，我去问问。说完连忙转身跑进来，慌张地喊道，门主，外面有3个人要进来。哦，不对，是4个人，有个人肩膀上还扛了一个。洪元山皱了皱眉，立刻猜出对方扛着的应该就是自己的干孙子钟子涛，于是他嘴里喃喃道，3个人，3个人就敢来我这里踢场子，不知道我这里有100多号人吗？让他们进来。那小弟慌忙跑回门外，对万破军说道，几位请进。万破军没说话，迈步便带着陆昊天、陈钟磊2位战王走了进来。此时的洪元山满脸得逞的笑意，他觉得叶晨这小子不仅狂得没边，而且还蠢得要死。于是他一脸戏谑地看着叶晨，笑着说道，小子，初入江湖，不能只顾着装逼，要多动脑子。这种情况下，我干孙子才是你唯一的王牌，
如果换做我是你的话，我一定会拿着这张王牌打到底。没想到你竟然主动把这张王牌送了回来，果然是智商感人，像你这么蠢的后生，我出来混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叶晨此时已经看到万破军三人，于是便笑着对三人说道：来，破军，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港岛洪门门主洪元山，这老狗正在传授我一些行走江湖的经验，你们也一起来听一听。站在叶晨面前剑拔弩张的林教头，此时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他本以为叶晨叫来几个帮手，肯定也只有送死这一条路，可当他看清来人的时候，他整个人瞬间感觉五雷轰顶，大脑瞬间一片强烈的眩晕，眼睛甚至已经开始看不清事物。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在这里看到万龙殿的殿主万破军以及万龙殿四大战王其中之二。当初叶灵山一战，外界并不知道真实战况，所有人都以为万龙殿碾压了叶家，但不知道其实万龙殿四大战王在叶晨手下死了2个。现在的万龙殿金字塔顶只有3人，一个是万破军，另外2个就是陆昊天和陈忠磊，如今已经全在这里了。即便在万龙殿的时候，林教头也没什么机会与万破军如此近距离接触，他的直属上司是一名5星战将，而那名5星战将则隶属陆昊天麾下。所以忽然看到万破军3人，林教头只感觉浑身血液仿佛被抽空，只觉得这一切都不现实，就像是在做梦。此时此刻，洪元山并未注意到如遭雷击的林教头，他刚才又被叶晨骂作老狗，心中已然愤怒至极。于是他指着万破军3人对叶晨冷笑道：小子，你真以为叫来这么3个衰仔就能保你平安无事了？我告诉你，今天不光是你，就连这3个衰仔也别想活着离开。万破军愣了愣，忍不住开口问道：港岛本地的帮派都这么生猛的吗？洪元山冷笑道：怎么，对港岛一点了解都没有，就敢到这里来放肆？信不信我让你们几个有命来没命回？万破军笑着摇了摇头，旋即看向叶晨，恭敬道：叶先生，这条老狗这么能叫唤，肯定让您很心烦吧？需不需要属下让他闭嘴？叶晨笑道：狗爱叫就让它叫，如此老狗，它跑也跑不快，咬又咬不动，你再不让它叫唤，它要憋死的。洪元山此刻已经忍无可忍，他看着一脸呆滞的林教头，怒喝道：林教头，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给我杀了他们！陆昊天这时候才注意到那个一动不动的林教头，他眉头不由一皱，开口问道：你是林飞扬？林教头一听这话，仿若混沌之中瞬间惊醒，紧接着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无比恭敬地颤声道：属下林飞扬，参见殿主。参见白衣虎王，参见青木狼王。